Hello，大家好，今天是11月11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一夜之间，美股剧情大反转，暴力反弹开始了。大空头所做空的英伟达和皮尔提亚都出现了大幅上涨，这究竟是 AI 信仰的回归，还是最后的逃生门呢？上期视频短线抄底成功，那么现在要不要获利兑现？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上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52期的视频。那么阿哲呢，依旧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的美股盘前观点。第一部分，我们还是要看到有关纳斯达克指数的分析。市场的一个环境会严重影响我们对个股方向的研判。在上期视频我们讲过，当真探底之后，市场出现了反弹，而也因为市场的这个大幅上涨，你会发现有比较多的个股出现了一些修复。而上周五抄底开始做多的同学，那么相信已经短线上会有大概率的获益的情况，所以这就是在看懂指数方向后去操作，你的成功率会大大增加。而现在我们对于指数的环境，阿哲想要讲一下趋势和缺口的支持点，那么希望以此呢能够帮助大家在接下来的行情去更好的去发现市场的机会和风险。在明白指数环境如何分析之后，我们再看到个股的解析，阿哲会讲到特斯拉、皮尔提亚、英伟达、博通、AMD、HOD、Meta、APP、Circle、Coin、Huawei、FIG、TM、MP、UPST、甲骨文、MSTR、亚马逊以及 SMCI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需要做一个温馨提醒。你会看到阿哲视频当中所涉及到的标的是偏多的，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也会较长。但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只股票您都感兴趣，所以阿哲把每一只个股的时间轴都分段落排列好了。您点击对应的段落，那么可以快速跳转到那一部分内容，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不过这里阿哲建议的是，不要把第一部分所跳过。第一部分是指数分析，为本视频当中最关键核心的一部分内容。我们先回顾一下之前的一个观点。对于长线影 K 线，我们讲过，不是说每根 K 线都叫长线影 K 线，像这些影线呢，我们都不叫它为长线影 K 线。所有的长线影 K 线，它有一个特征，就是它的上影线比实体短，实体比下影线短，而下影线是实体的2倍甚至是以上，那么这叫做一个长线影 K 线。在图表当中，你会看到有3次出现了标准的长线 K 线。这种 K 线产生之后啊，市场均出现了一个不同程度的上涨，而后它也代表另外一个意图，就是这根长线影线的地方，如果次日或者说短期内再次出现明显上涨，则说明这一天买进的筹码大概率呢是聪明钱为主导，而散户呢为次要。因为大部分散户是很难去买到这种低点的，那么只有聪明钱提前有某些消息的资金才会在此处去及时的低位买进，那么这个地方将是一个聪明钱所买进的区间。而它也因为周一的强势反弹，界定了这里将会成为一个强势的支撑区域。我们看到前期的地方，这些影线的地方，后续只要表现为确实上涨，这里就是一个聪明钱埋伏的点位。那么大概率的情况下，股价回到这里将还会有支撑，包括这一次的长线影线也是如此的。影线区间只要确定了啊，这里是一个聪明钱买进的地方，怎么确认呢？就是影线后价格呢是有明确的上涨，而且上涨的力度一般是比较强的。像这里的上涨有一个跳空缺口，像前面这里呢是一根大阳线。好，确认了这里买进的人是聪明钱，是聪明的投资者。那么后续再回到这里，它往往会有支撑，会有再次的买进的动作，是大概率事件。而我们看到现在你就明白了。在这根长线影线之后出现了大幅的高开上涨，那么这一个影线区间就是聪明钱所去埋伏买进的区间，而这个价位如果再次来到，那么我们依旧可以看到止跌再次启动的可能性是绝大概率的事件。而反之，如果后续这里被阴线跌破，那么说明这个地方的聪明钱放弃了抵抗，那么抄底失败，后续行情可能真的要走出一些波段下跌行情。所以目前的股价上涨界定了这根长线影线将是一个重要的支撑点位，而后如果这里确实是聪明钱买进，而且抄底成功，那么大概率它将又是一个波段起涨点，又是一个回调的低点。那么回顾了一下上期视频的观点之后，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第一部分叫趋势的缺口交易。我们先看懂目前指数趋势，而后再讲一下缺口在当下的观察点。那么目前我们所看到是纳斯达克指数日线图表，在图表上呢，阿哲调出了趋势类指标和缺口指标。图中的蓝色块
就是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粉色块是一个向下跳空缺口，而紫色飘带代表一个上升趋势的走势验证，而下跌当中的黄飘带就说明目前处于中短期的下跌趋势。我们要看懂目前市场的一个环境，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市场当中会存在的一种现象，就是上涨趋势它的表现和下跌趋势它的表现。那么阿哲这里快速的讲解一下这个知识点。当市场处于一个上升趋势时，它的一个低点会不断的抬高，它的高点会不断抬高；下降趋势则反过来，它的低点会容易创新低，而高点不容易创新高。很多时候上涨为反弹，这是一个大众都知道的一个下跌趋势和上升趋势的一个序列。而目前的一个市场，它的回调低点依旧没有创新低，那么价格在这里出现长下影线，出现一个上行，我们依旧认为它创新高的概率会比创新低的概率要大增加，因为当前是一个上升趋势。所以介于这种趋势性的一个行情走势，我们认为这个低点是回调低点的概率是大于反弹低点的，而这波上涨它能够创新高的概率是大于它不能创新高的概率。好，这是一个基调，就是上升趋势当中的一个常态。那会不会本质不创新高呢？我们需要去明白缺口的一个作用了。在一个上升趋势和下降趋势当中，它的缺口表现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先看一下下降趋势。下降趋势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旦出现了下降缺口，它的这个下缺口如果被回补，往往会因此而出现下跌。因为下缺口是一个真空区间，这个区间内呢，是有些人在出现跳空之后急切去抛售，但是它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及时的卖出，而有些人的订单在这附近所徘徊，并没有达到，而价格重新回归的时候，就会触发再次的卖盘和抛压，上升的缺口则反之会是一个买盘。所以如果是一个趋势走为下行时，那么这种向下的跳空缺口一旦回补缺口，如果引发再次的卖盘，那么市场将出现下跌的概率是比较大增加的。而我们在下降趋势当中，如果出现的是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而这种缺口如果是下降趋势产生，它的大概率事件是短期会被回补，并且回补之后呢，没有买盘产生。所以你会发现下降趋势当中，它的空方的缺口一旦出现，而一旦再次被回补，它就容易产生反向的力量，卖盘就容易涌现。而如果市场想要去反向走，它除了去确认它不再创新低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你看它的缺口一旦被回补，却并没有出现下跌，被回补的向下跳空缺口却并没有引发出卖盘，这就是一个下降趋势当中不正常的现象。而这种缺口回补的异常现象，就代表它有可能多头要重新占领优势了。所以在趋势反转的时候，就出现了这种缺口回补，但价格并没有被反向去打压的情况。而上升趋势就反过来，向上的跳空缺口它是并没有被回补，或者说有时候被回补，它也会产生强烈的支撑，一回到这里会有强烈的买盘。所以要么是不回补缺口，要么是一回补缺口就止跌上涨，要么一回补缺口就止跌上涨，这是一个上行趋势，每一次本次的上升缺口都是如此。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缺口都有一个特征，它要么就是不回补这些缺口，要么就是一回补就是一个低点。我们再往后看，然后它的特点还有一个就是它是下跳的缺口，是上升趋势中空方的下跳缺口，它的特征就是会被快速的回补，而且回补之后呢，它不会怎么有出现卖盘的，价格还是会出现上涨，是吧？一出现下跳缺口，它会被快速回补，并且没有出现什么卖盘；一出现下跳缺口，会快速被回补，并且没有卖盘。那么一旦出现上升缺口，它如果真的被回补了，它也会很快出现低点，一回补它会出现多方的力量。所以这是一个上升趋势和下降趋势当中它的一个不同的缺口表现，包括这个缺口它也是的。上涨缺口只要趋势完整，它的多方强势，它一回补就容易出现低点，它不容易出现空方的力量，反而是多方力量。缺口只要一补就有多头出来。前面这三个缺口，你以为回补之后没有多头吗？其实也有的。这个缺口回补了，是不是产生了一个反弹？这个缺口回补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反弹，这个缺口回补了，是不是最近两根 K 线是反弹？所以只要是一个上升缺口、上升趋势，它回补时就容易出现多方力量，只是多方力量是强是弱的问题，但是它总归会出现。而向下的跳空缺口则相反，只要上升趋势比较强势，那么这种下跳的缺口很容易被快速回补，并且回补之后呢，没什么空方的力量。而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一波下跌，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向下的跳空缺口？是不是快速的被回补？回补之后没有太多的空方力量。好，目前你要看一下了，当下这里还有一个缺口，这个缺口的表现就很关键，它是否能被回补？因为我们知道多方强势下，
趋势如果往上下，它的缺口是一定要被补掉的。只要这个缺口被快速回补，好，那界定第一点，多方还是很强。那么第二点就是回补之后有没有空方力量？如果回补之后依旧没有空方力量，好，那么基本上新高是榜上钉钉的事情，那么市场还是一个上升趋势。而如果回补之后有快速的空方力量产生，收盘价一补就重新跌落到这个缺口的下沿之下，那么市场将说明开始由多转空，或者说多空之间的力量不再像之前那么悬殊。而后呢，我们再看到一个关键价格，就是这个飘带的上沿，飘带上沿是23376.89，如果这个地方出现一根阴线重新跌回来，那么也是小心风险的地方。短线呢获利之后啊，这个地方如果出现跌破，要获利兑现。反弹出现高开低走阴线，亦或者是快速的再次收实体阴线啊，都是一些减仓信号。反之，如果继续收涨，继续看涨。以上就是我们的第一部分趋势缺口交易，看懂趋势，明辨缺口的多空方向。那么希望第一部分所讲到的内容能够对您有所帮助。这个缺口和趋势交易在个股解析中，我们也同样可以以此去观察。你也可以看一下你手中个股是否出现了趋势当中不同的缺口表现。如果您是老同学，听到这里可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您的宝贵小红心，点一个赞支持阿哲创作。如果您的时间相对充裕，那么也可以呢在评论区底下留下您的宝贵评论，亦或者是建议。当然了，假如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阿哲也希望在学习有帮助的情况下呢，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点击之后会显示已订阅，那么您就会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了。再打开全部铃铛，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您都可以及时的收到通知，不会错过每一个知识点，每一次的分析。也希望阿哲的每一期视频都能够给您带来帮助。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呢讲一下日内的支撑和压力。今天的美股市场以及呢以下这些个股，我们今天要关注哪些支撑和压力位？它也是一些多空方面的关注点，是短线方面。我们看到这个图板，在图板的右侧是我们的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而左侧呢就是我们的盘前广播信息。这个盘前广播是针对于您点击订阅阿哲后的一个小小的福利。那么只要您是订阅粉丝观众，特别是新订阅同学，您未来在1个月的时间之内，都可以免费在每天美股开盘之前看到阿哲的一些解析信息。这一条信息只要美股开盘，阿哲就会写，就会发给你看。你呢找到助教就可以去激活这一个粉丝福利权限。这是我们昨天11月10号盘前所写到的一个内容。那么在这条信息当中，阿哲会给到一些关键的点位，不管是指数还是个股都会给到同时也会跟踪一些股票的短线和波段上的内容。我们关键看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是关于纳斯达克指数、特斯拉和英伟达每天日内短线的支撑和压力位。这个高点压力和低点支撑是我们要去关注的每天的价格。这个价位怎么去用呢？很简单，你只要看一下今天的收盘价即可。今天的收盘价和阿哲盘前给到的这两个点位做个比较，如果收盘价在这个高点压力之上，说明多方强势突破了压力，那么阿哲一般会标记一个绿灯 K 线。绿灯 K 线就说明短线多方强，那么多方依旧可以看涨。反之如果它是一个跌破了低点支撑，那么说明它是空方转强，这时候要小心了。多头占优的股市当中出现红灯 K 线，那么你要去减仓，去获利兑现，开始呢要防守。而如果后续再转为一个绿灯 K 线呢，那么就开始由一个相对保守转为相对的激进看多。所以多空之间的转换，我们用红绿灯去以此表示，而它的逻辑就是每天是否突破压力以及跌破支撑。突破压力保持就一直看涨，如果跌破支撑了，出现红灯了，出现突破支撑，当时是冲高回落 K 线了等等，我们就开始小心风险。只有开始进入绿灯 K 线时，才考虑是否重新的做多或转为基金策略。当然再次转为红灯呢，就再次的保守起来。那目前是不是又出现了绿灯 K 线？我们长线眼 K 线呢是相对左侧的做多信号，所以上期视频我们说过，你可以相对的左侧看多，而右侧关注绿灯的产生。而我们周一出现了绿灯 K 线，所以当下是左侧和右侧都发出了看涨信号，只要它保持绿灯就保持看涨，出现红灯则小心风险。再结合我们前面所讲的缺口以及趋势，那么对于指数方向你就会有比较明确的多维度的认识。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关键点位，今天的低点预测值是 23408.62， 高点的预测值是 23688.18， 这两个数值就是今天的支撑和压力位。如果今天收盘价依旧在这两者之中，亦或者是突破高点压力，
那么它还是短线看多为主，为无灯和绿灯 K 线。而如果它的收盘价跌破低点的支撑，那么说明这里将是一个红灯 K 线，市场由多再次转为空方占优。那么这里呢，将大概率为一个反弹高点。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出现红灯 K 线，那么很多个股在之前获利的部分将要开始兑现了。而如果今天不是红灯，那么就等待未来出现红灯的时候，要开始小心去进行反弹。那么如果今天不是红灯，那么就小心后续的点位支撑被跌破。那么这一个支撑和压力位，阿哲的是每天盘前都会写在我们的广播当中，所以大家呢，如果是订阅朋友，那么您可以每天去认真看一下。当然，如果您是新同学，那么可能还不知道如何去找到助教激活这一个权限，阿哲教一下大家。您首先一定要确定您是已经点击了订阅，成为频道的订阅粉丝，而后您可以看一下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有一条置顶评论是阿哲呢所去发布的，而在这条评论中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是他的 Telegram 链接，点击之后就可以找到助教。当然，您也可以看一下我们视频的右上角有一个弹出的小卡片，您点击卡片也同样可以找到助教。找到助教之后，您需要给他发送一个领取的口令，叫盘前。而助教老师在收到盘前的口令之后，就会教导您如何去激活这一个福利权限了。希望这个盘前广播能够对您产生一些帮助。而同时，阿哲要提醒各位，如果是订阅同学，您一般可以领取到2重福利。刚才第一重只是阿哲的一些文字的表述，盘前的一个广播和一些点位预测。那么阿哲觉得有另外一重福利，可能您需要更加的在意。那么第2重福利呢，是阿哲把一些知识点通过直播的方式，由阿哲和阿哲团队的老师去实时的直播去分享给各位。通过技术分析来分析当前市场和个股，以实战出发去解决大家技术分析的学习难题。所以如果您是订阅粉丝同学，那么阿哲也建议大家可以把内部直播课程好好的去参与去学习，这呢都是不公开的内容。像我们在本周的课程当中会讲到四维操盘体系、技术分析的价量时空全攻略。那么现在呢已经进行了第1节课程，后续呢有4节课程，从周2到周6总共5节课。那么每节课程都是直播和回放的方式，第1节课程已经结束，如果错过直播的同学，可以跟朱老师领取一下回放去学习。而后面4节课程，那么尽可能可以参加直播。订阅同学找到助教报名课程即可参与后续的直播内容。每节课程都会分享进阶高端的技术分析，来帮助大家在当前美股市场依旧能够规避风险和把握机会。希望这些内容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我们来到个股解析，第1支标的是特斯拉。对于指数环境，我们有一定明辨之后，只要指数不出现风险信号，那么个股以做多为主，除非市场出现红灯 K 线，否则我们还是积极的以看多为主。当前的特斯拉还是在一个震荡区间一直呢徘徊，搞得呢目前已经不太多去分析特斯拉的一个具体机会了，因为这种震荡行情它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突破阳线或跌破阴线之前，它的方向性一般是很难有特别大的变化。目前的市场还在420和439.6以及462.21这3个价格之中去波动，价格靠近462.21，它就容易滞涨，而后回归420，而股价回到420又容易止跌，而后往462.21去相对的前行，所以整体就处于这几个震荡的价格之中。所以目前的整体波动机会以持股看涨为主，但是加仓点是比较少，不太容易在这里去找到相对好的加仓点，整体以震荡无方向为主。所以我们还是在等待一根 K 线，一根不错的阳线能够去突破462.21，而后去进行买进加仓。而左边这根阴线的高点其实也是一个强压力区，我们比较希望的是有那么一根不错的阳线能够把这2者密集区域都给击穿，然后重新看涨，去看到新高。当下就还是一个震荡，风险还是有的，因为它能够选择向上，也同时有可能选择向下。但是如果选择向下的话，其实现在空间还是比较有限，所以不管是向上突破还是向下破位，其实整体还是波段看涨，只是一个呢会给到低买机会，一个呢可能只能去追涨。而后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去分析，看到短线方面，目前所看的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日线图表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红绿灯是交错运行的，在震荡行情当中，趋势类指标以及短线类的方向性指标它容易呢混沌，所以当前的一个价格它的红绿灯表现就不是很有效了。我们更多的是以趋势的角度来去看待，目前只要是一个指示带，它就是以中期看多为主。那么中期看多，股价下跌时
只要是飘带附近的红灯，我们就不进行每次的减仓，以回调找绿灯去进行一个交易。因为是只设看涨趋势，所以价格回调时寻找飘带附近的绿灯来去做看涨点。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短线的一个操作。如果是做波段投资者，近期其实操作的机会不是很大。而目前呢，它是一个破了飘带之后重新站回来。目前的多方还是有一定的力量在对于空方来抗衡，所以每次破飘带它都会出现一些止跌的 K 线重新往回拉，所以这里出现了破飘带转为绿灯，所以重新往上去看到462以及呢阴线高点方面的一个压力，以短线来看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目前站上飘带，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阶段性的或者说震荡行情的低位附近，看一下这一次上涨能不能回归到462附近。如果这一波上涨都碰不到上方462，那么可能就会走弱，再次来到前方低点附近时，就要小心它的破位行情。所以当前呢，作为波段来讲整体上行如果再遇阻，那么要做高抛减仓。当然，您的仓位或者说整体成本相对合理的话，那么也可以等待它明确方向之后再选择去动，可以等它有明确的方向选择之后再去进行一个加仓或者说减仓，以或者是低吸的一个选择。目前方向性不明确，只有短线的机会。我们看一下红绿灯的走势是否能够保持一个绿灯呢？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439.295，高点的一个压力455.607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皮尔 TR， 目前所看的是皮尔 TR 的一个图表，在图表当中有一个压力位是左边的高点和这个高点，是吧？它形成了一个压力，这个压力之前被一个跳空缺口突破有效，而后向上冲了一段时间，但是后续又因为某些原因出现快速的跌回，所以当前的这一波上冲本应该是有效的突破，也因此而产生了一个假突破的一个形成。那么如果它是假突破，那么这一个压力就还是有效。那目前往下跌是跌到了左侧的这些影线区间的支撑，而后产生一个反弹。我们上期也说过，这个地方构成了超跌蓝 K 所以反弹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反弹的力度很强，直接弹到了左边高点之上。所以这里要再确认一下，它是否能够走出突破只是我们之前呢低吸的位置还算是比较有优势。目前短线上来讲，你呢先手打出来的优势呢是很好的，所以这个地方你选择获利兑现还是持股待涨，其实都还 OK。我们关注一下左边的高点所产生的这个压力，如果重新收阴线跌回，那其实呢就可以开始减仓和获利兑现了。反之向上，它这里有个缺口，这种缺口它的压力是比较强的，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大的缺口，而且后续是顺势下跌的，再次回到这里将是一个强压力区。这种强压力区和指数的缺口形成对比，如果指数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压力，那么皮尔 TR 大概率也很难去回补。所以这个越靠近短线上来讲越是风险这个地方要注意，任何的一个滞涨信号就要出现一些获利兑现了。目前我们看一下皮尔 TR 的另外一个空间层面上的一个测算，当前你所看到是一个奇门9价的指标，也是呢我们近期财神软件当中所去将要更新的一个新的指标。那我们看到图表当中这个价格C6的价格，也就是说它是第6个从低位测算以来第6个压力位是 171.83。那么这个压力位呢，近期是被连续的站上回踩而后有效。那么正常来讲，这个压力位不破，那么从趋势的角度，我们波段的目标下一个是 236.88。那如果这个价格反弹之后是往下跌破的，那么就要小心了，它的目标位将容易回归到之前的 131.17 寻找支撑。所以当前呢，这个区间是被不断的去测试而没有被跌破的。所以当下 171.83 则作为皮尔 TR， 如果您是做波段的同学要注意的，它不能被跌破。如果跌破，那么市场会打开下跌空间，会去寻找其他的支撑点。而往下，除了看到这个价格，那么前面的这个影线区间也可以形成一个支撑区域。所以一旦跌破 171.83， 那么这一个影线区间和下方的这个目标位将作为下一个支撑。所以尽可能不要跌破这个 C6 的一个支撑价格，往上才能看到 C7 的目标价格。而我们再看到它的短线的一些指标情况，目前呢是不是绿灯 K 线连续下跌之后出现了一个蓝 K， 蓝 K 呢是一个 IR K 线，所以构成买点，买入之后目前是放量突破，所以这里呢构成再次的加仓信号。所以不管是上周五还是本周一，那么这两个 K 线其实都是买入点，买入之后它不要出现一些走空的现象，比如说转为红灯，亦或者是跌破飘带。目前飘带的上沿它是 188.155， 而红绿灯的转换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 188.565， 而高点的压力是199，
0.97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如果跌破低点支撑，转为红灯，也构成减仓信号。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英伟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图表。英伟达呢，在连续的阴线下跌之后，出现了止跌次阳的动作。那么这根阳线是一个长下影线，而且是低开高走 IRK 线，同时回踩左侧的支撑区域。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说构成一个直接性、基金性的一个短线买点。买了之后，股价快速的、强烈的反弹，出现大的缺口。这个缺口的目标，那么将很容易是为了去补上方的这缺口。所以如果它真的是一个上升趋势，那么这个缺口一定是要去回补，而且不能出现明显的反向力量。如果这个缺口无法回补，那么这里将构成一个顶部的阶段，那么这个缺口将是首要的启动下跌波段的缺口。而目前我们看到左边这个高点，它呢是曾经被突破过，但是回踩是失败了。那目前跌破又重新回来，我们就要关注一下这个支撑是否有效，能撑得住了。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出现跌破转红灯，也同样的我们就要减仓。反之，继续向上，继续绿灯，那么则继续看对于缺口的一个测试。我们再看到其他层面上的英伟达分析。目前我们看到英伟达的期门9价，在价格的一个目标位上，目前的英伟达其实临近这个 C6 的一个价格。之前的这一波上冲10日星它的高点附近，其实就是在 C6 的位置出现一个压力是 207.58， 而股价呢没能够去有效突破，出现了一个回落的一个目标位一般来讲不是这一个下一个目标位就是一个目标位之中它的1/2位价格在1/2位出现止跌反弹，所以当下呢要看一下它是否能够去突破这个 C6 的价格。如果收盘价能够有效突破 207.58， 那么我们可以往上看到 C7 282.02， 那么这个目标位将会打开。而这个地方它越靠近 C6 目标，关注一下是否能够突破。如果依旧出现冲高回落亦或者是缺口附近出现压力这些地方都要小心了，它可能还会往下去运行。所以要么突破有效往上看下一个目标，要么就是这里滞涨缺口无法回补或有压力往下再去测试之前的这个支撑有没有效。所以这两个价格要去关注，一个呢是下方 161.05， 一个是上方 207.58。 那么这两个价格就是近期的空间上下沿。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它的短线指标上，在趋势类指标它目前是紫色带，所以价格回调以找买点为主。所以这一波回调到紫色带附近出现了低开高走长下影线，那么这个地方构成一个短线买点。目前蟑螂飘在之上，而且是绿灯，所以再次的看涨。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是未放量的，这种未放量的一个突破的话可买可不买，它呢不构成 IRK 线的再次加强点。那我们看到它的一个趋势带上沿是 194.712， 所以这个地方最好能够站稳。如果没有站稳，下一个位置出现跌破的话，那么这里其实也要构成一些风险防范。而只要它保持绿灯，保持无灯，那么目前依旧往上看缺口是否能够回补。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196.42， 高点的压力是 202.57， 关注这两个数值。如果跌破低点支撑转为红灯，那么绿灯转红灯是风险，像之前这里绿灯转红灯是一种风险的信号。以上就是关于特斯拉、PLT、英伟达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部分的第一只标的是博通。当前呢是看到博通的个股，我们看到博通呢它还是一个紫色带，那么紫色带的特点就在于你可以回调时找买点，一般在紫色带附近出现的绿灯 K 线为买入的信号。那我们看到最近它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绿灯？好，绿灯产生，所以这里是买入信号，只是这个买点它是10日星，这个买点就不是很好。我们一般的买入信号最好是一根实体阳线，10日星的话买入信号就差一点点。不过之前这里呢有一个 AR 动作就是低开高走的 K 线，所以这里其实已经构成一个买入信号。买入之后以低点做防守，没有出现实体阴线跌破，那么这个地方就依旧守住。而绿灯可做加仓，那么因为实体比较小，所以也可以等多一根实体 K 线，照浪飘带而去看涨。飘带的上沿目前在 359.67 所以目前还没站上，实体又比较短，可以等一根阳线再站上再加仓也是 OK 的。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是 356.5， 高点压力是 361.89 关注这两个数值。现在这个股我们再看到 AMD 价格走势它的飘带依旧是紫色，但是整体的价格 K 线最近它的涨势不强包括这里出现了一个低开 K 线那么这里是假阳线，假阳线被反包，所以是假阳真底模型，这个地方其实可以构成一个买点，只是它买入 K 线也跟博通差不多，就是不强势不强烈，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再等一个确认，就是收阳站上飘带之上它可能会更好作为一个
买点啊。目前来讲，有缺口有绿灯啊，可以买，但是最好是作为首次的初次的试错性买进，小心跌破它的飘带下沿，已经转为红灯。飘带的下沿目前是在237.886，可以做一个防守位。而后我们看红绿灯低点的支撑是242.24，高点的压力呢是250.64啊。关注这两个价格，目前呢有一个向下跳空和向上跳空，所以整体的价格变化就有点像是我们的早晨之星，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以缺口做防守，如果收阴把缺口补掉啊，它呢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形态的挫败。那我们就要小心后续啊，依旧是一个反弹高点啊，否则这个地方缺口不补，它就看涨，那么这里就有可能还是一个回调波浪低点。当然，整体的环境呢要结合指数一起分析。我们再看到下只个股是 HOOD， 它不太好的地方是它出现一个飘带转为黄色带，黄色带呢为压力为主，所以当下反弹啊，它有一个压力的信号，是一个十日星，这里构成买点吗？这里是一个无灯的 K 线。所以目前是一个红灯后无灯，而后又有黄带，是个十日星，不太建议在这个地方去买进，最好再确认一下黄带的压力是否有效。我们希望的飘带是有实体较宽的飘带，而最近飘带都是窄的飘带，所以这个地方它的一个撑压呢就不是很明显，就容易走这种震荡。所以震荡下沿是之前的长下影线啊作为支撑，上沿呢就是前面这黄 K 这些位置啊，所以它是一个震荡的构成。如果是震荡，这里它其实空间不大。啊，所以整体来讲，需要等一个方向，等一个它这个压力位有效啊，而后往下发散的一个空方飘带，那么它就会成为一个下跌波段。反之是往上站回来，那么走为紫色胎飘带，那么再次往上看一个趋势上行啊，可能会更好。目前是一个震荡趋势内，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红绿灯，低点的支撑是133.75，高点的压力是141.105，关注这两数值。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Meta 的一个运行呢，它是一个超跌的状态，是白 K 啊，跌破了一个170之后呢，没能止跌啊，所以一直呢往下去惯性下跌。在这种惯性下跌当中，进入到了一个白色 K 线，白色 K 线是阿哲信号当中啊，它是一个波段探底的过程，或者叫波段的超跌超卖的状态。这种情况下呢，需要等待啊一些白 K 消失、白 K 反包的信号来确认它这个低点超跌反弹的确认。像曾经这里。是吧？股价超跌也是跌破170，白 K 出现了，而后出现一根强势阳线反包，好，确认这个白 K 低点它是支撑有效，而后容易超跌反弹。而至于能不能反转，我们需要去跟踪趋势。所以当下是否会超跌反弹，已经开始有这种信号了，因为它的白 K 消失，白 K 被突破，只是这根 K 线不好看，它不是一根实体阳线，所以这里我们应该等一根实体阳线确实明确反包白 K， 而后把这根 K 线低点作为防守位。看超跌反弹，目标位是170和黄带的这个下沿，所以这个地方呢可以等明确信号。当然你着急的话呢，可以以此作为买进，而后以下影线做防守，去在这里做波段的一些博弈也是 OK 的。上方的170目前是在677.362，而飘带的下沿是在674.3啊，这个价位有所共振，所以注意了，这里是个强压力区。我们看到它的两个预测值，低点支撑624.932，高点压力是641.828，关注这两数值。当然了，如果各位手中有一些股票最近也是出现大幅下跌，那是否会处于超跌呢？如果你不知道这一点的话，目前你也看不到这个白色 K 线，你可以去右上角找一下朱老师咨询一下。您可以跟朱老师说啊，我的某只股票目前大跌了，是否有白 K 啊？可以让他帮您看一下，发给您去参考一下。而我们看到下只股票是 APP， 那么 APP 的走势它是不是也偏向于震荡啊？有跟 HOD 有点类似，但是它的飘带呢正常还是宽一些的。目前由黄带转紫带，紫带连续两根长下影线支撑有效，而后转为绿灯，所以目前 APP 在趋势角度是看涨的，只是它的平台还没有突破。这根上影线呢试探了一下啊，这个我们上方这根阴线的高点压力，而后和左侧的平台出现回落。所以今天啊，如果这个试盘 K 线 OK 的话，收一根阳线可以作为追涨加仓信号啊。目前呢是力度标 OK 看涨，只是上影线不是很好看，但是可以作为一个买进信号了，因为它有一个缺口啊，又有一个绿灯。所以我们看一下飘带下沿呢作为支撑619.322，而后我们整体看一下预测值，保持绿灯和无灯则继续看涨，低点支撑643.365，而高点的压力是682.955，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看到下只股票是
Circle。那么 Circle 的整体价格走势是一个超跌，不过它是短线超跌，所以是蓝 K 不是白 K。那么蓝 K 之后价格反弹为一个重要事件，那么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蓝 K？蓝 K 啊都出现了反弹行情，而后这里也是蓝 K， 蓝 K 产生一般要等蓝 K 消失和蓝 K 被反包，我们去确认这个超跌反弹有效。所以当前呢只能算是一个反弹，那么蓝 K 高点没破，所以这里是一个压力位，这是一个低开高走 IRK 线，整体是一个空方下的一个反弹行情。当下它还不是一个反转，趋势带的下沿作为压力，那目前这个下沿呢，它是120.469啊，作为它的一个目标位，作为压力反弹的压力。而从红绿灯来看呢，是连续的红灯，没有出现绿灯。我们看一下绿灯是否会产生。我们来看一下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103.34，高点压力呢是111.29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Coin。Coin 呢，它是回到了170附近，出现低开高走，而且有蓝 K 有绿灯，所以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有讲过，这个地方其实作为相对激进的左侧买入信号，只是因为它目前是空方带啊，所以整体来讲你的买点要谨慎一点，你可以左侧买一部分仓位，而后右侧等待明确的阳线产生放量突破。这个蓝 K 我们再去看，那么当前属于位置有可能是低位，但是我们要等待明确的启动信号。左侧有入场点，但是整体来讲右侧还没有。这里是个蓝 K， 蓝 K 高点它被突破，但是是一根假阴线，而后没有放量，所以这个地方还不明确，离上方的飘带比较近，所以这里呢其实不用着急去追涨，等待一根不错的阳线站上而后我们看一下对于压力的反馈，再去考虑加仓右侧去买进。目前我们就还不着急，右侧买点一般要比较明确的出现反向的 K 线会好一点。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一个阳线这个区间附近作为一种支撑区，如果价格回调到这附近去找止跌买点是 OK 的。看好预测值低点的一个支撑，目前是绿灯看能不能保持绿灯。好，低点支撑是314.795，高点的压力是327.935。价格如果保持在这两者之中，或突破高点压力，保持绿灯，保持无灯价格走势依旧维持看涨。所以红灯的话就小心它要再次回调170附近，再找绿灯去看涨。我们再看到下只个股是扣位，扣位整体也是一个绿灯，这个绿灯呢出现在一个下跌行情当中，所以最多就看一个反弹。目前绿灯没有消失也没有产生特别好。目前蓝 K 没有消失，只是出现了绿灯 K 线，所以可以看个反弹行情。因为它是10日新后的价格上涨反包，但是这个反包呢，它是高开低走，是阴线所以它不算很强势的反包。这里作为绿灯买点呢，也不太够。我们说的绿灯买点最好是阳线所以这一波股价下来呢，虽然有绿灯但整体还是阴线，就最好等我们绿灯是阳线，再初步的看止跌再看上涨反弹。目前飘在下沿，它的一个压力位是122.654，而目前还没构成买点。蓝 K 消失，等反包再构成买点。目前看一下预测值，低点支撑104.195，高点的压力是111.715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FIG， 那么我们看到它虽然也是有蓝 K这波下跌，但是它蓝 K 其实一直没有出现我们要的那种信号，就是蓝 K 消失，然后蓝 K 反包，这些下跌当中的蓝 K 并没有产生。蓝 K 消失但没有反包，蓝 K 消失但是没有反包。我们要的是蓝 K 消失而后反包，是吧？蓝 K 消失要有反包，再去看初步的反弹。没有的话呢，我们尽可能不要随便去加仓去抄底。当下是一个下跌趋势妥妥的下跌趋势。价格走势的飘带呢，虽然转为紫带，但是没有支撑效果。而黄带呢，当下没有去触及，而黄带是压力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下沿49.217为反弹的重要目标压力。目前是一个放量后大幅缩量的动作，所以这里反弹的概率是比较大的。有一个长下影线，只是没有启动阳线。整体比市场大部分个股是有点弱，因为它有止跌 K 线没有启动，而目前市场是已经开始反弹了。我们看预测值，低点支撑43.33，高点压力45.924目前是没有一根强势阳线的绿灯出现所以当下来讲呢，最好有一根反包阳绿灯，我们再去看市场反弹目标位是飘在下沿。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TM 呢，在大幅度的下跌之后出现了一个170附近长下影线，但第二天虽然大幅高开，但没有出现收阳站上，所以当下虽然有左侧的止跌信号，但是右侧来讲这个阳线太弱了，它也不是阳线就是一个假阴线。
170附近界定空间上有可能是低位啊，但是启动阳线一定要明确。像前期这些位置，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在回踩170的时候直接去买进，你就等啊。比如说像这里之前是蓝 K 170回踩，有仿包阳线强势的账上阳线，我们再去看。目前是还没有，我们这里可以等一根强阳出现，主要是放量啊，去初步的去确认右侧也止跌了。低点支撑71.705，高点的压力是75.925，可以等待一个什么 K 线？绿灯 K 线。那么再去看绿灯后，如果出现红灯才是风险啊。绿灯看反弹，反弹有压力转红灯就是风险。目前看飘带的下沿是多少呢？83.796，作为反弹的过程当中重要的一个压力位。而后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LP， 那么这个个股呢，已经在周五出现 IR K 线低开高走，这种是穿铜破角加蓝 K 的突破，所以产生了一个反弹，直接从低点超跌反弹到飘带的下沿，而且飘带下沿呢目前是账上的，所以整体力度在很多个股当中还算是强势的。我们看到它也是在170附近没有回踩，但确实170附近的止跌了。之前这里其实也是170附近挖坑而出现了上涨，目前也是170附近位置相对上是一个趋势行情当中啊，相对的偏低位。好，价格反弹，我们看到飘带的下沿是72.86。那么72.86的价格，它如果收盘价跌破，就是一个风险。所以突破有绿灯，而后如果压力转红灯，就是一个风险。所以目前不要转为红灯，那么继续往上突破，继续绿灯，继续看涨。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62.3，高点压力是67.83啊，关注这两个数值。而下只个股 UPST。它当前是一个白色 K 线，白 K 代表波荡超跌，但波荡超跌不代表它就一定能反转。首先，先确定是否能够超跌反弹，超跌反弹得要白 K 消失，白 K 突破。像前面的这波下跌，这里是白 K 吧，这里也是白 K， 这里是白 K， 那么能被突破消失的，其实也就这个地方，所以这里产生了一个反弹行情，但是它不能够超过飘带，所以趋势未改，它就还是反弹。那么这里你要关注它白 K 有没有消失，反包突破，然后看飘带的反弹。如果力度够强，能涨上去，而后转为紫色带，那么趋势才能开始跟踪转折，否则它依旧还是反弹为主。那目前它是白 K， 没有消失，没有突破之前，依旧呢还是处于超跌，但还未反弹，所以等待明确的启动阳线，而后看反弹。它的压力位是下沿45.658啊，作为一个压力位，当前依旧是红灯为主啊，没有这个绿灯。我们看预测值，低点支撑38.66，高点压力40.2啊，关注这两个方面。那么下一只标的，我们再看到甲骨文。那么甲骨文的走势没有白 K 啊，也没有蓝 K， 所以当下的走势呢，还不算是一个本周期的一个超跌，价格只是来到了之前我们低位附近啊，有所止跌，有所支撑。它在大幅高开出现了黄 K 滞涨信号，是吧？连续2个黄 K 滞涨信号，而后出现下跌破位，中途有蓝 K 反弹过那么2次，第一次啊还不错反弹。第二次反弹到黄带附近出现红灯就下跌了，所以整体目前是偏空的趋势。在这个地方呢，虽然有一个绿灯，但是并没有上涨阳线，所以这个反弹力度构成的不太强。整体呢肯定不算现在反弹强势的个股啊。具体来讲，你如果在这里买多啊，它的风险性比较大的，因为它是一个下跌趋势，你最多看一个反弹，反弹之后继续下跌破位的概率会比反转的概率一般来讲是会大很多的。我们看预测值，跟踪反弹，跟踪绿灯，低点支撑238.95，高点压力是249.12啊，维持绿灯就维持看涨。那么飘带下沿作为反弹的目标，它的下沿目前是261.872作为压力位。下只股票呢，我们再看到 MSTR 是不是也是空方飘带？那空方飘带股价出现低开高走 IR K 线，那市场我们说可以看反弹，但是最好的买点还是放量突破它的高点作为买点。那目前没有这种买点，那么就还不要随便买，因为它是破了飘带，破了170，整体是一个很明确的空方趋势啊。最近呢还把前面低点是不是也破了？只是一个2B啊，并没有有效的突破有效，并不是一个很有效的突破啊，所以当前出现了一个反抽，这个力度如果不强，它还是得要破这个低点的。所以整体来说，它没有蓝 K， 没有白 K 啊，所以目前的走势一般啊，整体空方占优，所以还是跟踪它的一个红绿灯吧。目前来说，它还是一个红灯为主。看一下预测值，低点支撑229.06，高点压力244.42。如果是黄带的个股，以反弹来看，而后不要放太多仓位去做多。我们看一下它的飘带下沿是多少呢？
飘在下沿目前是265.007啊，作为首要的压力。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亚马逊，亚马逊呢是一个紫色飘带，紫色飘带说明回踩找买点。前面这里呢是财报之前的回踩，但是它的买点呢不好找，除非你左侧直接回踩去买进，但是这种就比较激进了。所以这个个股的买点在右侧来看不是很好去介入。这波回调啊，它呢出现了绿灯，但是十日线不强势，左边的阴线，那么作为一个压力，所以目前这个绿灯不算是个好的买点，最好有实体阳线来看到。如果继续往下调，就看飘在上沿作为支撑237.4，看到预测值是否能有实体阳线的绿灯作为买点呢？低点支撑246.995，而高点压力是253.155，关注这两个数值。而后我们再看到下个个股是 SMCI。SMCI 是跌破170之后呢，有止跌的动作，所以170目前还不算是很有效的一个破位。我们看到昨天反弹力度一般，高开低走，而后是绿灯，但不构成买点。突破了蓝 K 高点，但是它不是一个买入信号，等一根阳线收完站上再看涨。所以当下呢，就看170，首先能不能站上44.211，作为跌破之后的反弹是否能修复。靠预测值，低点支撑40.045，高点的压力41.77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以上就是11月11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感谢您的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更多内容下期再见，拜拜。